大家好，我们是 Double S Brothers， 我是安仔，我是 Andy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当兵的不同之处。可能有些我们新加坡观众还不知道，马来西亚的 PLK， 他们在早几年前呢，他们已经取消了这个服务了，所以在马来西亚已经是没有当兵这个东西了。再来当兵呢，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差别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当兵，男生跟女生都是必须要当兵的，而新加坡的话，是男生强制性一定要当兵。女生的话才是选择性的。在马来西亚啦，虽然是讲是男女当兵，可是是以抽签的方式。对，抽签的。Andy 有讲过 ，Andy 是 second generation 的 PR 嘛，所以 second generation 的 PR 就是他们是 compulsory 一定要当兵的。所以我想知道，在新加坡女生是不用当兵的噻？女生是不需要强制性当兵吧？你可以有选择性，就是有一些家庭呢，他们会鼓励他们的女儿要自己去当兵，或者是有一些真的是很向往那种当兵的感觉的话，他们也是会去当兵。那时候我的 camp 是在巴都巴哈那一带。哦，对，然后所以马来西亚当兵也是有很多个 camp 的。对 ，PLK 是吗？它有分成4组，一个叫 Alpha、Bravo、Charlie 跟 Delta。OK。红黄蓝青。我不懂新加坡有没有？也是有，也是。也是啊。哦 ，OK。因为新加坡当兵是全部人都集中在一个岛叫做德贡。对，然后进到去了之后，大家就是会准备拿那些 LBB 那些所有的那些兵的需要的东西，政府就已经准备好给你们了。在之前呢，几个月前呢，其实新加坡政府他们已经会安排你去那个 DEFU， 像注册这样子量体高你的重量，然后检查身体这样子，所以他完全的了解的衣服要穿什么 size， 所以你去到那边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你的衣服一包一包 ，OK， 顺着去拿你所有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些东西过后呢，然后他们会带你上去你的 room。然后就 OK， 把所有你的东西 set 到你自己先放好过后，会有 room check， 你的 sergeant 他会来 check 你，教你一次罢了啊，教你一次罢了，你要如何把衣服折好，把东西摆设，要全部人都一样，好像你牙刷还是牙膏要放在左边第一格，然后衣服，然后毛巾。衣服折的方式，你要折到很标准，那种均匀的，全部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路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进去，到时候你家人有讲进去参观那些的吗？有，也是一起跟我们进去，就是你的家人呢就会被另外一个 sergeant， 他们会介绍我们要住的地方，我们吃饭的地方，我们生活地方。OK，Andy， 我想知道啊，你们那个时候你们的军衣全部都是新的啦，全新的，完全全新的，自己的。然后我们的是 share 啦，我们之前10年用过了，我跟你讲啊。所以那些你们拿到的衣服是之前的 batch 穿过。对。就你当场自己去量，自己去选了。对，自己去选哦，还是很像你选到你要 M size 什么 size， 你就穿到你适合为止哦。OK， 那我就没有再换了啦。OK， 然后啊，拿到那个衣服的手上，第一件事情要先写这些名字先。我想知道你们当兵是怎样洗衣服？新加坡当兵自己洗的，自己洗的，自己用手洗的，然后你自己要带洗衣粉去。我们那有躲避店那里。What the？ 哎，这个真的是，我以为你们的是有躲避店洗的。没有，我都是自己洗的。所以为什么人家讲，因为拿到那衣服啊，要写名字这些。因为怕洗衣的时候掺乱掉，不能 less sweet life 这个超舒服啊。可是啊，不是很多人喜欢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有一些我跟你讲啊，那些人啊，有一些把袜子也丢下去一洗啊。因为它洗出来啊是烧 dry 那种，已经烘干了，很爽。然后你只是在一个时间点是吗？你就在那个地方考虑回你的衣服罢了。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啊，怕衣服不见掉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他们拿错 size 衣服啊，然后在那个时候是吗？他们就趁这个时候通转换掉。你不能因为这些你拿我的衣服啊，你拿我的衣服啊，没有这样子的嘛。OK， 新加坡如果你要认你的衣服是吧，会有 name tag 在这边。它会有一个 name tag， 它已经缝好给你了，所以我们 collect 的时候就跟着你的衣服、你的 size 自己去 collect。我们大多数是会去洗我们的军衣的，就是 number 4， 我们叫 number 4，那个青色的那套衣。那个衣服虽然你去森林去训练，你流了很多汗是吗？你回来，你买衣架，你挂在自己的那个铁橱，你的衣橱上面是吧？
你买那个 Furbish 来喷嘛。马来西亚他们 POK 的活动是吗 ？OK， 我印象中啦，好像他们有分成几个 phase， 第一个 phase 好像是给你去上课的。OK， 那个上课是吗？他会教你一些好像人生大道理之类 something 来这些东西。那活动就是我们红黄蓝青参参的。首先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可以认识到不同 group 的朋友啊。透过那一个活动是吗？就虽然老师讲的东西有时候是要睡觉啊，然后我最记得的那个时候啊，拉丁哈教我们跳那种波丘的舞啊。有一个什么鸡跟，然后我们就透过那个拉丁汉的活动啊，认识了彼此的朋友啊，就是大家熟对方这样子啊，不要打架啊，你懂他我懂你friendly 啊，高玩这样子啊。因为 after that 呢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 phase 2，我没记错了，好像有玩那个跨那个障碍的。到了 phase 3啊，我们就有开始进森林啊，哇，那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 tough 的。就是然后你要自己在那边煮东西，然后啊你要保护好你的体力哦，就野外生存这样啊，野外求生这样子的。那时候真的是你没有冲凉，整身黏黏那种。我还很记得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要想办法保护好我们的旗还是什么，因为有人会来偷你的旗啊这样子啊。哦，还有一个比较 比较 interesting 的是开一下那个枪啊，是吗？那个啊，我还有照片的啊。是真枪实弹吗？是真的是子弹？真枪实弹的，他一出来真的是有子弹的，不是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都吓到那时候，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拜六晚上打电话，我跟你讲，全部人还没有睡觉啊，一直 send message 来，以前没有 WhatsApp 这种东西啊。然后隔天是吗？我们有分好像 religion 的活动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是 join 那个佛教的，就是他们会去到巴的一个佛堂那边啊，他们也是我觉得蛮好玩的。那整个 camp 的华人全部都去啊，他们也是跟你玩一些益智活动啊，在那边吃斋啊。basically 马来西亚的 POK 大概是这样子了。不是，来听一下新加坡的啊。OK， 新加坡呢当兵，我第一个要先讲，它会 depends on 你身体的情况好不好而决定你要进去做什么兵。第一个 A 的话最凶的、最冲的，身体状况是完全100%好的话，你就能去做那些很冲的部队，比如说跳伞的那种红帽子，我们平时说的那种。第二个 Test B 它会稍微比 A 来的轻松一点点，可能 B 的话他们会有几个身体状况。我一个亲戚他是眼睛色盲罢了，他就变成 B 了，他的身体是完全 OK 吧？因为他色盲，所以他就可以变成 B。所以我这个只是一个举例给你们知道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去分类。就连你眼睛色盲罢了，你都不能进入到 A，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A 他们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。C 的话就是我这种的 ，OK， 就是我的身体呢。以前小时候的时候，这边有受过伤，我不能去举太重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可能怕我们再次拉伤我们自己的手之类的，所以他就把我安排在 C。Oh no！ 再来后面的D、E、F、G 之类的就是可能有更加的严重了，比如说你是哮喘，或者是有一些那种肺不好之类的，他们会放在那边。而那些军呢，他们就不会去到德工，他们的 training 呢会在我认识的啦，我不懂其他的。我认识的话，他们会在那个garan机 Camp 2那边还是 Camp 3那边，他们是来一种训练你去做 support 的背后的，比如说你是做文件什么东西，所以不是说你身体有问题你就能逃避掉这个当兵，而他政府会已经安排好给你，你即使身体不适合做兵，你也可以去做文职的兵。我们在德工，因为当兵新加坡是2年，在德工其实只是待上3个月罢了。在这3个月里面你所有 training 的活动都是有关于到在野外求生、开远还有一些手势当兵手势什么之类的。其实最重要的3个月，我相信是体能训练的。有时候他会去上课，教你一些救生的东西，教你一些怎样去这个叫什么心腹术啊，然后他会有训练你的，一定要你 pass 的，不是说我跟你讲罢了。有 SM 啊，有 SM 要做要现场去做的，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假人啊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救生的那个电击的那个OK， 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在我们新加坡当兵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学那个，因为救人要紧，所以那个东西基本上你都会用，因为紧急的时候你可以先让那个人没有那么的伤，直到真正的 medic 来，接着就是上课他会跟你介绍衣服一些
道具的名字， OK 有一些是那种不是防弹衣啊，就是一套衣服这样子，但里面有很多 pouch， 你可以放 magazine， 就这边要放你的刀，每个 pouch 每个包包都要放它要你放的东西。长袖你要折衣服也是有 skill， 全部你要学到玩一模一样的这些东西，全部人都要学这些东西，就是看起来整齐统一这样子。除了上课以外呢，就是去学一些森林的技巧，有记错的话好像是3天2夜啊，你要自己会学生火、煮东西吃这个基本，然后大 camp 睡觉，你会拿到你自己的一把枪，是真枪来的，一人一把枪。早上的时候要去拿那个枪出来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叫你还回去。就是有 baby 啦。啊，对，就是不是 baby， 他们新加坡人是叫 just a wife， 你要对待这个就当做你对待你老婆那样子，因为全部都是男生嘛，对，所以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老婆，你要如何去保护她，不要让她给人家偷掉，这个就是一种好像保护精神那样子。OK， 明白明白。OK， 这个枪哦 ，wherever you go，this gun go anywhere。OK， 他会教你如何去拆散那个枪，就是每个 part 零件，你要去了解到枪的零件，一把枪如何拆散到完，跟如何再组装起来。我们这边有2种，一种哦是科技的射，它是在一个很大的荧幕上面有一把真的枪，可是它已经连接了一条 wire， 好像是电子的东西，你有知道的。把你一开枪的时候，那个荧幕上面可以显示到你真的锁得到东西，好像你在玩一个 game 这样。哇，这不是很爽？对，很爽。但是啊，它会营造一些突发情况，比如说卡子弹。你一把枪如果卡了子弹，你要怎样把那个卡的子弹弄出来？全部都会在那个训练营那边会教到你样子。他还会给你去用一些 sniper。如果你是在那个分数里面，就是你射枪你射到分数很高的话，他会选出几个出来，你可以有机会去尝试玩那个 sniper。sniper 的声音跟感觉，我虽然是没有进入那边的啦，我看他们玩的时候是很爽那种。它的距离跟你拉到很远，连那个 scope 啊，那个叫什么望远镜啊，就是墙上面的，它可以就是瞄准，然后你要很久，你的手要这样子放这，趴在地上，然后你要瞄准很久，一开那个枪哦，他们的后坐力蛮强的，很爽那个感觉，我只有在兵营里面才可以有机会尝试到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在3个月里面，大致上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，我讲不完了。今天这一期，对，所以大致上就是有关于到你要怎样使用你的武器，要怎样在里面保护好你自己的老婆，然后一些训练啊，连在里面的军营一些所有的任何军的东西，都会在前3个月先学的。后期的那3个月过后，等你们就会被派到去来的空军或者是海军这样子啊。就是新加坡有分空军、海军跟陆军嘛，然后他们就会看你的表现如何，因为沙军其实我相信他们会偷偷在里面记录你的名字。比如说啊 ，Andy， 他的条件应该是可以做空军这样子，可能啊，可能。没有 ，Andy 不是啊，Andy 啊，还是做文书啦。OK 了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其实因为我刚才有说我是 passive， 其实我们其实进入你自己当兵啊，我们出来都是一定是做 support 的 team， 我们是不可能再去做前锋了。前锋是 A 跟 B 的，就是身体状况是 top 那种，他们才会去做 A 跟 B。我们3个月出来过后是吗？再来多一个3个月，这次不是在德公了，我们已经跟德公说拜拜了，我们已经出来外面的 camp。现在我的 camp 哦是在沈巴湾camp 里面呢，它会分你是做 driver， 你是做 setcom 就是有一些科技偷听器，一些背着，你看到那种军人不是背着一条挖压很高的 OK 之类的。然后我的话是 admin， 就是拿笔的，做文书的，对。所以那边就很快过，我觉得那3个月，因为你一直会上课，一直学会，他会有电脑给你用。我是这样子的，其他他们的话 driver， 其实 driver 很爽。因为 driver 你只要在兵营里面 pass 了是吗？你就会有自己一张license了。What？ 直接一张新加坡的license。新加坡考license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蛮贵的嘛，好像1000多块，如果包摩托好像要上到2000块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你是想拿那个的话，就是拿那个，你可以省下一笔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蛮不错的。如果你是做 driver 的话，确实还有这样子的 benefit 啊。对，他会有一个license的。3个月过后，我还剩下1年半的时间。这1年半的时间呢，就是你会被派去第3个 camp， 刚才德公一个 camp， 然后沈巴湾 training 一个 camp， 现在我最后一个 camp 就在卡丁，所以你就不会再跟你以前认识的人同一个 camp。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面，比如说刚才我说我是去做一个文职的工作嘛，所以在这1年半我在卡丁 camp， 我就是做关于文职的工作，就是在那1年半就是一直这样子做这些东西，直到你最后结束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兵只是一个短
短暂的一个训练营这样子的东西 OK ，2年罢了，长不长，短不短嘛。把至少你在里面你可以认识到多点人，以后出来工作上面你可以大家互相配合这样子。可能马来西亚的 POK 比较不 more on 在很 hard train 的那一种 system，它是比较处于来好像政府实行的一个 program。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有工钱啊，我到那个年代啦是480块新币一个月。哦一个月，OK，啊，可是会跟着时间的增长，它会salary 调整，它会加。然后讲回来，就在马来西亚 POK 比较难忘的经验，如果你对我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拿枪还好啦，就可能拆下那个枪，只是真正如果遇到打仗的话，我也是想办法找地方躲啦。那个时候的友谊很短暂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还也不算是难忘，我觉得是有一点可惜的部分啦。就是不够长时间。对，因为那个时间一结束了是吗？其实大家都各奔东西，大家都去读大学啊，上去做工有做工，读书这样子啊。结婚的也是有结婚的。OK， 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样了。不管你是新加坡人当兵的也好，还是马来西亚人当兵也好，让我们知道你们当兵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很难忘的经历，还是一些很特别的情况啊。那我们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。